大家好，欢迎来到 Brian 爱台湾，我是 Brian。嗨，我是阿迪。这个礼拜六，10月31号是台湾第18届的同志游行。那之前我也有跟大家说过，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成人之美。Beauty my own way。我跟很多台湾朋友解释这一个主题的时候，他们有说一看到、一听到，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跟意见。所以今天我请了一位语言专家来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所以我们欢迎阿弟。嗨，我是阿迪。阿弟，我们刚刚在你的频道那边拍了一个影片，是关于 LGBTQ 群组不同的人组，对不对？对。我刚刚也有提到今年的主题成人之美。Beauty my own way。在我们分析今年主题之前，我想给你看一下我们同志游行当天会买的一些周边。OK， 好 ，So 第一个给你看这一双袜子。哦 ，Same Pride，Love Taiwan。OK， 很漂亮的长袜。对，台湾 Pride Same Love。Oh, it's Taiwan Pride Same Love。对 ，I thought it's Love Taiwan Same Pride。因为如果你这样穿的话，你外面是 ，Oops， 你左边都是台湾 Pride， 然后右边是 Same Love 这样子，对对对 ，OK， 这样子。Right， 然后它上面也是有彩虹的6个颜色。哦，对，可爱 ，cute。这个是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你看一下。2020 Taiwan LGBT Pride。18 yeah。18 yeah， 就是因为今年是第18届，所以它是18 years。对对对，上面也都是彩虹的。对，都是彩虹的，因为这些微笑是代表你出去的时候可以带自己的独特微笑出去，这样子。OK， 就是做自己啦。对，就是做自己。再来，这一个看看你会不会看得懂。这件 T 恤。Eat, Pride, Love。Eat, Pray, Love。Right, it's from Eat, Pray, Love, exactly. 那为什么会有蛋糕呢？就是因为就像刚刚说的，今年就是 Pride 的第18生日，所以是生日蛋糕。对对对。然后最后一个，它是一个运动抹布。然后它上面有一些东西，你看到什么 ？Is that drag? Right. Drag or trans, it could be either. Same-sex marriage, family. Right. 男同志的家群组。最重要的就是成人之美。没有错。然后 Beauty my own way 在下面中间。对。So 这些其实都可以在 Pride 当天买。那如果当天又卖完了，就买不到了。如果以后还有的话，他们会上他们的Waka网站继续买，但是可能像 T 恤的话，就不会有完整的尺寸了。对对对，我问一下，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呢？我喜欢我其实蛮喜欢这个袜子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袜子感觉穿起来，穿短裤的话，它会很显眼。没有错，没有错。It's like a fashion accessory。今天我准备一个小礼物要给你，就是一个运动毛巾。OK， 这个毛巾，谢谢。对，它这个它也是一个 banner， 也是可以挂起来，也是一个 banner， 然后运动的时候可以擦汗用。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对，就不管你在哪里，你也可以这样子展出你自己的独特色。OK， 好。看完这些回馈品之后，我想来开始分析一下今年的主题。OK， 那我自己美国人嘛，所以我就先从英文开始。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英文的主题 Beauty my own way， 其实我是有一些想法。那我想问 Ray， 你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英文吗？英文的 Beauty my own way， 感觉就是做自己。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美丽的方式。Right， 我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感受。对，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都要爱自己，然后看得出来自己的美丽在哪。对。那中文呢，就是成人之美。我就像我说的，我大部分朋友第一次看到，说他们会联想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对，因为它这个中文有它成语的部分在。因为成人之美。它一个意思是，你在成就别人，对，就是让他们是他们自己。对，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重点。对，就是不要干涉他人的这种感觉。所以
它的中英文好像是相辅相成的，就是 Beauty My Own Way 是我站在第一视角，我要这样子做，然后中文翻译有点像是那其他人可以有成人之美，让我展现自己的美丽，有点像这样。对，好像就是因为就像你说的，有成语的部分在，所以英文就我没有成语嘛，所以这一个部分就比较没办法那么的容易，就是那么短，把这些全部都表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多聊一些这些中文的意义。其实你刚刚已经有提到，就是成就别人的这个意思。那这个的话是可以更深入解释一下，是该怎么样才可以成就别人？成就别人就是尊重他人，不要干涉，不要批判，然后甚至是给予鼓励。我觉得你讲到这一些，其实我们如果是要鼓励他们的话，我们也需要更深入的了解他们自己的状况。就像我们在拍你的影片的时候，有讨论到，我们大家都要多沟通，多学一些东西，才能真的理解彼此的位置了。新行为其实也算是自己一个只有自己可以选择要不要做的事情，自主选择，对，身体的自主权。对，没错。那也是有一些人可能觉得一些说障碍者嘛。对，障碍者。那如果是这一种人，他们也是人嘛，也是会有一些就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那另外还有另外一组，我们在你影片提到的就是无性恋。无性恋根本就不想要这样子做，但是基本上不管是这两组的哪一群，都应该要被别人尊重。这一种选择就是他们自己才可以选的吧？就是不能是别人来跟他讲你该或不该怎么样做了，就是身体自主权是自己的决定。如果要进行性行为的话，也都还是自己的决定，这样子。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后面的美是代表什么东西呢？美哦，好看的东西。大部分人都会这么说啊，但是每一个人自己主观的好看是不一样的。对啊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right？ 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他们特别要强调的东西就是美不一定是一个定义，像你刚刚说的。很多人可能就是比较不会去爱自己，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不属于那一些美里面，所以这边要强调的部分就是，不管你长相是什么样子，不管你跟别人不一样，每一个人都还是有自己的美。再加上有一群就是可能比较少人很了解的群组，就是 transgender people。他们就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不是我们平常会看到的男性、女性，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他们不会属于美这个字。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还一样，也是做自己就是美。对。然后最后我要讨论的一个重点就是生而为人的美好，什么意思？生而为人的美好，就是我们很幸运可以是人类，然后可以有这么多选择。对，我也觉得，不只是有这么多选择，而是不管你几岁，你是哪里人，你长得怎么样，不管这一些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然后这个就是有它美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是要记得这样子爱自己吧。对，好，那今天差不多讨论完这一年的同志游行的主题——成人之美。那我们要记得同志游行是哪一天？10月31号 ，right， 星期六。所以希望那一天可以看到大家一起出来做自己的成人之美。接下来，爱台湾，我们下次见哦，拜拜。